黑沉沉的凌晨4点多，大地突然一阵剧烈颤抖，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海岸边的警报声划破夜空，只见远方海平线上出现2条巨大的水龙，如同神话里的巨龙在汪洋中盘旋。一瞬间，海水疯狂退去，紧接着一座遮天蔽日的巨浪朝陆地扑来，高达数十米的海啸吞没了沿岸的一切。当巨浪退去，人们惊愕地发现，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之间竟然出现了一大片新生的陆地，把这些地方连成了一体。这不是灾难电影的剧情，而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预言场景。传说中，在2025年7月5日，人类将迎来一次颠覆性的大事件。到底这天会发生什么？末日浩劫真的要来了吗？还是说这只是又一次耸人听闻的谣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抽丝剥茧，揭秘这个悬疑预言背后的种种传说和真相。其实，人类对末日的恐惧从古至今从未停歇，给末日圈定一个日期也不是第一次了。回顾历史，每隔一阵子就会蹦出个世界毁灭的说法，闹得人心惶惶。比如上世纪末，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一段诗曾被解读为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不少人担心99年的7月世界将遭浩劫，结果啥也没发生，虚惊一场。再比如千禧年危机 Y2K， 大家担心2000年电脑故障导致灾难，最后也平安度过。还有玛雅历法在2012年12月21日结束的说法，当时全球无数人以为2012年是世界末日，结果地球照常转动。一方面，这些例子让我们知道末日预言多半是谣传，但另一方面，每一次预言虽然没有成真，却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内心真切的焦虑与不安。那这次呢？为什么2025年7月5日这个日子会突然变成热门话题，甚至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这股预言热潮表面上看来荒诞，背后却有着多股力量推波助澜。从日本民间的奇异漫画，到国际知名的神秘预言，再到网络上各种离奇传言，居然众口一词地指向同一个时间点。更奇的是，这些预言很多还和我们华人世界息息相关，甚至点名了台湾和香港。难怪有人开始动摇，莫非今年真有什么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传得沸沸扬扬的预言内容到底说了些什么玄乎的事儿。这场7月大灾难，传闻中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引爆话题的源头之一，就是一位日本漫画家在梦中看到的可怕景象。这个漫画家名叫龙树亮，他的一本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记录了自己从70年代起陆续做的一系列预知梦。别看这只是漫画，里面的梦境预言可不简单。据说龙树亮曾经在梦中看见了许多未来的大事件。举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他曾梦到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丘利离世，结果后来 Freddie 真的在1991年因病去世。他还梦到了戴安娜王妃的不幸事故，结果1997年戴安娜果然离开人世。更厉害的是，1996年3月的一天，龙树亮梦见某个不知名的沿海地区发生超大地震和海啸。这个梦他当时没完全理解，直到15年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也就是311大地震。时间、场景竟与他漫画中画过的311日期相符。一时间，他在预言界声名大噪，仿佛现实版的樱岛婆婆，日本传说中能预知未来的预言家。不过，龙树亮本人倒是相当冷静，他后来解释说，其实漫画中描述的大地震场景很可能并不是311，因为在那个梦中，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穿着夏天的短袖衣服，而311大地震发生在早春3月，而梦里海啸的高度和破坏力远超311时的规模。这意味着龙树亮梦里预见的大灾难也许还没到来，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线索藏在他漫画的一页神秘插图中，上面赫然写着2025年7月5日大灾难。是的，这本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就已经将2025年定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当年大家对这个日期没多大概念，可如今2025年近在眼前，这预言重新被翻了出来，引起热议。
龙树亮当年的漫画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详细说明灾难内容。然而更离奇的是，2021年7月5日这天，久未露面的龙树亮声称自己再次做了同样的梦，仿佛命运在提醒他，亲眼在梦境中见证了那场未来的大灾难，全程画面历历在目。据他描述，梦境中他的视角漂浮在空中，就像灵魂出窍一般，俯瞰着西太平洋上空。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广阔的海域正中央，海面突然发生巨大爆炸，似乎是海底火山或其他能量引发的剧烈冲击，深海中的岩浆随之喷涌而出，染红了海水。爆炸引发了强烈的地震，整个洋面天摇地动。紧接着，一道40公尺高、约18层楼高的特大海啸在海豹处生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朝四周扩散。日本沿岸首当其冲，巨浪瞬间袭击了城市港口，台湾东部、香港沿海、菲律宾北部等地也难以幸免。海啸横扫之下，海岸线一片狼藉，然后场景更超现实的一幕出现了。随着海啸退去，龙树亮看见一块庞大的陆地从海底隆起，这片新生的土地将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等地的陆地连接在一起，仿佛太平洋西岸建了一座覆盖东亚的新大陆。梦境最后，龙树亮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葬礼也在同一时间举行，也就是说，他预感自己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这个梦的细节听得人背脊发凉。龙树亮相信，梦里显示的灾难时间就是2025年7月5日清晨5点左右，日本时间。换算之下，对我们台湾、香港来说，大约是7月5日凌晨4点多。难怪网络上有传闻特别提到7月5日凌晨4点18分，这样精确的时间点，把人吓个半死。当然，这只是坊间以讹传讹的二次创作，龙树亮并没有给到分钟这么细，但日期与清晨时段是他强调的。不少人推测，他的预知梦也许预告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地震，可能震央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海域，引发火山与海啸连锁灾变，甚至造成地壳隆起。由于梦中描绘的新土地将香港、台湾、日本都连在一起，等于暗示灾难范围覆盖整个东亚。难道真会有毁灭式地震把东亚地图都改写了？一时间，这个漫画预言让许多网友细思极恐，纷纷上网热议。日本漫画家的梦境预言本就够劲爆了，更令人啧舌的是，不约而同有许多其他预言消息也指向2025年是多灾之年，而且这其中不少还和台湾、香港有关，更加深了大家的关注。先说日本本土，除了龙树亮这位梦见未来的女人，民间还有一些奇人异事也提出惊人预警。例如日本网络上流传着所谓2062年未来人的帖子，相传这位神秘人声称自己来自公元2062年，通过时间旅行回到现代发布资讯，一听就很科幻，对吧？但偏偏这号人物在日本论坛多次准确预告重大事件，例如2011年311地震前，他据说就有暗示过日本将有大灾难，事后更让人半信半疑。于是当他警告2025年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件，日本也难以幸免时，还真引起了一阵轰动。这几年2062未来人的言论多次登上社群热搜，引得许多人转发讨论。他没有明说事件内容，只表示届时世界格局会受冲击。由于龙树亮的漫画预言爆红，让不少人联想，未来人说的会不会就是龙树亮梦中的那场地震海啸？两边一联想，感觉更加毛骨悚然。香港这边呢，一向对玄学、风水很有研究。当日本盛传7月将有大地震后，香港不少堪舆学家、师傅们也出面发表看法。著名风水师苏明峰就直言，东北方不宜前往。对香港人而言，东北方正是日本和台湾的位置。苏师傅隐晦地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往那方向旅游，以免碰上什么不测。但有趣的是，他自己却坦言已经订了4月和7月去日本的机票和酒店。他笑称很难算到准确日子，言下之意，预言难免有误差，所以该玩的还是要玩。这操作也是让人哭笑不得，既提示危险又不忘旅行。另一位玄学家杨天命师傅在节目上提醒，
2025年7月日本可能发生天灾，提高警觉。吴佩孚师傅也说，日本在7月或会出现异常状况。戚师傅，香港另一位网红预言家，更是直接预测2025年将有严重大海啸、大地震，奉劝大家4月后避免前往东北方的地区。这几位香港师傅各有名气，如今口径惊人的一致，纷纷点名今年中后期日本恐有大难，这让传闻的关注度一下子升温了好几度。毕竟香港的师傅们平时预测股市风水都挺灵验，现在集体唱衰7月日本运势，难免让人心里打鼓。除了专业师傅，各路网友们也没闲着，在论坛、微博、脸书群组上，许多人分享自己曾做过类似的可怕梦境。有的人梦见东京被巨浪吞没，有的梦见台湾东岸出现18层楼高的海啸。巧的是，场景都惊人类似，一场超级海啸袭击东亚沿海，和龙书亮漫画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有人称自己完全不知道日本那本漫画，却几年前就梦过一模一样的画面，现在看到预言消息才后怕不已。这种集体做相同噩梦的现象，让爱好神秘学的人觉得，是不是集体潜意识在发出警讯？也许某种未来灾难的信息已经在我们大脑间共享，只是以梦境形式浮现。然而，心理学专家则有另一套解释，他们认为这更可能是人类受资讯影响的结果。当龙书亮的可怕预言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大众内心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在睡梦中脑补出类似的景象。所以，看似巧合的相同梦境，其实可能是大家都看了同样的新闻或帖子造成的心理暗示效应。究竟是人们真的预知了未来，还是纯属自己吓自己，这就见仁见智了。迄今为止，我们谈的大多是有关自然灾害的预言，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等。然而，放眼国际预言圈，有些大神级的人物给2025年的劫难下的定义不太一样，甚至更宏观可怕。来自保加利亚的盲眼女预言家巴巴万加，被称为龙婆，据说生前留下了5000多年后的预言清单，命中率号称有80%之高。她的预言涵盖各种领域，从911恐怖袭击、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到英国脱欧等等，传言都曾言中，因此他的信徒也很多。根据巴巴万加的说法，2025年将是世界末日开端的一年。他预示在2025年前后，人类历史会进入一个极为黑暗的阶段，特别是会有2个欧洲国家爆发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如果局势失控，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毁灭性的后果。也就是说，第3次世界大战或将在此时酝酿。不过万加也说，人类不至于立刻灭亡，真正世界末日要到5079年才降临，听起来还留有一线生机。虽然2025爆发世界大战听上去令人难以接受，但结合近年来国际局势，欧洲确实不太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从2022年开始打得难解难分，已经是2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再有其他卷入，真的可能往万加说的方向发展。所以他的预言也让人冷汗直流。灾难不一定来自自然，战争带来的人祸同样可能把世界推向末路。再看西方最知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虽然远在16世纪，但很多人相信他的诸世纪诗篇隐含了后世的天机。对于21世纪20年代，许多解读认为诺查丹马斯也提到了瘟疫和战乱。有人将他诗中模糊的语句对照当今，发现惊人的巧合。2020年前后全球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可不就是现代版的瘟疫吗？而各地的紧张局势，某些政权的崩解，也似乎与他的预言隐约契合。更有传言说，诺氏预言里提到一个帝国的毁灭，这到底指哪国不得而知。但不少人议论纷纷，难道是美利坚帝国，还是中华帝国，亦或某传统欧洲强国？总之，天下大乱似乎是某些预言家眼中2025年前后的主题之一。听完这些，你可能会问，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啊？怎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正是若迷离之处。有趣的是，无论是预言地震、海啸的，还是预言战争、瘟疫的，大家都指向一个共同点：人类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与改变。也许预言家们各自描述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然灾害也好，社会动乱也罢，
终究是一场对人类文明的严峻挑战。说到预言，不能不提近年在亚洲网络上走红的一位印度神童，他的名字叫阿南德，被媒体称作预言少年。他本来是学习印度占星术的学生，在疫情前曾发布视频，成功预警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关注。虽然也有批评认为他的预言有马后炮和模糊解读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他的言论每每成为话题。这位阿南德对2025年的未来也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结合印度占星术推算，指出从2024年末到2025年上半年，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相会，天象显示水域相关的地区可能出现灾难。他曾在出席一场区块链峰会时预言，2025上半年南海附近会发生3大事件：第一，可能爆发区域性的武装冲突；第二，会有严重天然灾害；第三，甚至出现类似种族灭绝规模的可怕事件。听起来相当惊悚。阿南德进一步点名说，最先出事的地方就是南海，或将发生大型海底地震并引发海啸等灾害，同时也不能排除军事冲突在此区域打响的可能。南海这个地理概念对我们很熟悉，大致就是菲律宾、西台湾、台湾海峡以西靠大陆一侧的南海，以及南方沿海一带。如果这里出现强震，台湾、香港周边无疑会受到波及。事实上，就在不久前，2025年3月下旬，缅甸中部刚发生了一场规模 7.7 的浅层强震，泰国、云南等地都有震感。有些人就担心，这会不会是东亚板块活跃的前兆？一连串的征兆汇集起来，更让人忧心忡忡。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界对南海和西太平洋地震的风险评估其实也有提高。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今年2月发布的最新研判指出，未来30年内，日本西南沿海附近的南海海槽对日本也有个称为南海的海沟，即从九州到菲律宾一带的板块隐没带，发生8级以上特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75% 至 82%， 比之前评估值又上升了一点。这并不是说2025年就一定发生，但显示出那片区域本身确实累积了相当的地震能量，具备随时爆发强震的可能性。所以从纯科学角度看，日本和台湾一带未来若干年有大震并不奇怪，只是无法精确到哪一天而已。阿南德关于区域武装冲突的预警也引起联想，南海附近有哪里可能打起来呢？熟悉时事的人很容易联想到台海局势。近年来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各方军演频繁，甚至有西方军方人士放话，2025年前后可能爆发台海战争。虽然这还只是推测和风险评估，但如果对照预言，就像给那传言又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试想，万一在某个时刻，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不幸撞期，那真是双重灾难，雪上加霜的剧本。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吧。除了地球上的人祸天灾，有些预言目光投向了天空，把焦点放在宇宙中的异象，甚至牵扯出外星文明。在各种版本的2025预言中，还夹杂着这样一条传闻：蓝星将现人类步入新纪元。这说法源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的古老预言。霍皮族的长老们世代相传着9个预兆，其中最后的标志就是天空出现一颗蓝色的星 Blue Star Kachina， 蓝星之神起舞于天，预示着旧世界的结束与新人类时代的开启。听起来充满神秘色彩。某些预言文章宣称，霍皮族的蓝星将在2025年出现，引发一场天降浩劫与随后的新生。巧合的是，日本有个农民作家木村秋泽，他写过《神秘的苹果》这本书，自称曾被外星人带上飞船。外星人警告他，地球将在2025年遭遇灾变，天空会出现一颗绿色的星接近地球，引发巨大的自然灾害。绿星、蓝星虽然颜色说法不同，但不约而同指向有星来临，似乎是在说陨石或者彗星接近地球。回想龙树亮梦里那场海底大爆炸，若不是地震火山，会不会正是一颗太空来客坠入海洋所致？如果真有大陨石撞击，引发的海啸完全可能达到可怕高度，所以也难怪有人把预言解读往这方面靠拢。
更直接的说法来自一位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宝江邦夫博士，他声称掌握某国太空机构的绝密资料，计算表明2025年7月5日凌晨，一颗大型陨石将撞入菲律宾海域。此消息一出，更是石破天惊地对上了龙树亮的剧情。虽然正统科学界并无此发现， NASA 等官方机构也从未发布类似警报，但阴谋论者们反而笃信不疑。他们不说，只是怕引起恐慌。甚至网上有人谣传 NASA 早就偷偷承认7月5日有陨石会击中地球之类。当然，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不过话说回来，2025年前后正值太阳活动高峰期，也就是第25太阳周期的极大期。天文学家预计那时太阳黑子和耀斑频繁，可能出现超强太阳风暴。有科幻说法认为，一场毁灭性的太阳耀斑可能摧毁地球的电力和通讯系统，引发文明瘫痪。虽然这种概率非常低，但在网络上也成了流行的末日题材。不少 TikTok、抖音短视频都渲染2025年致命太阳风暴将让我们退回石器时代之类，博得眼球。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结合了上述种种元素，编织出一个剧情跌宕的科幻故事版本。据称，有位神秘人通过冥想接收到画面，在2025年夏天，一串小行星碎片雨降落地球，其中一大块坠落在日本附近海域，引发火山和海啸，就像预言说的那样。但千钧一发之际，外星高等智慧驾驶宇宙飞船现身，帮助人类抵御最致命的冲击，救了不少人。随后外星人还现身指引人类走向新的文明阶段，这情节宛如电影《降临》《明日之战》的综合体，把预言、陨石、外星都搅和在一起，让人哭笑不得，又不禁暗暗期待，要是真拍成电影，看起来一定很过瘾吧。显然，网络时代的预言传说已经不像古代那样正经八百，他们常常被年轻人当作都市传说、创意素材来二次创作。一时间，有关2025年7月大事件的脑洞剧本漫天飞，有说届时人类意识将集体升华，开启灵性觉醒，有说将有神秘组织实施全球性的大阴谋，以重置世界秩序。甚至还有人把这预言跟复仇者联盟情节对号入座，戏称到时灭霸弹指。面对网上一堆真假难辨又荒诞离奇的内容，普通人难免既好奇又困惑。聊了这么多预言与传说，冷静下来，我们还是得问一句，这些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毕竟预言不是科学，它更多反映的是人们的想象和恐惧。让我们回到现实，用理性角度看看。首先，精确预测地震日期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球顶尖的地震专家也无法提前几年就锁定某天会出大震。台湾前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主任郭凯文女士就明确表示过，龙树亮梦境里那种大规模板块运动，从地质学看几乎不可能。地球板块的运动固然会造成地震和地壳变形，但要一下子隆起一块连接几国的陆地，那得是多夸张的能量，恐怕只有恐龙灭绝级别的小行星撞击才能办到，而那基本相当于毁灭世界了。更何况目前并没有任何天文监测发现2025年有此级别陨石来袭。 NASA 所掌握的近地小行星名单里，近期没有对地球构成高风险的对象。就算真的有不明天体突然袭击，靠人类现有科技也许很难拦截，但至少我们的望远镜应该早就看到了苗头，不至于毫无预警。那些所谓陨石撞击情报被隐瞒，更多是阴谋论罢了。至于龙树亮过去的那些梦，有些确实巧合应验，但也有不少尚未发生。例如，他梦过富士山大喷发，至今未成真。他本人也在漫画连载完毕后便封笔退出漫画界，再无更多预言作品产出。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梦是真有预知能力，还是只是巧合和选择性记忆。往往人们只记得他说对的部分，忽略没对上的部分。再看那些战争与疫病的预言，其实也属于常识范围的推断。我们处在动荡的时代，大国博弈、气候变化、新兴病毒，任一条发展下去都可能带来大麻烦。预言家们或许只是敏锐地察觉了某些趋势，然后讲得夸张些，引人注意。如果不巧言中就成了神话，说不准也没人会一直追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流传数百年，
就是因为他的文字晦涩广泛，怎么解读都行，才给后人源源不断的灵验案例。88万家的预言多是后人转述，真伪难辨，而且网络上充斥着不同版本，无从考证。阿南德小朋友呢，虽然他努力研究占星，但之前也有几次预言不准确的记录，比如他预言疫情在2020年冬会结束，结果后来又冒出变种病毒继续延烧，所以对他的话我们听听就好，不必奉为圭臬。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我们理性上觉得这些末日传闻不可信，心里难免还是会受到一丝影响，这就是预言的有趣之处，它抓住人类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与希望，我们宁可信其有，也不愿冒险掉以轻心。比如香港就有不少市民因为听闻7月灾难传闻，干脆暂缓了今年暑假去日本旅行的计划，宁愿改期或改地点。有旅行社反映，今年复活节档期的日本旅行团报名人数比预期少了很多，可能就是受网络谣言影响。可见，即便大家嘴上说不信，但行动还是诚实的，以防万一，我躲一下总没错嘛。面对传言，我们最佳的态度是保持谨慎但不恐慌，就像有气象预报说某日可能台风登陆，我们也不会完全不当回事。与其坐等谣言自动破灭，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好了防灾准备，家里的紧急避难包有没有备齐，平时在海边、高楼时知道遇震遇浪该如何自救吗？这些倒是实实在在能够准备的。毕竟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没有预言那么贴心提前通知，我们更怕的是那些没被预言却突然袭来的灾祸。就像1999年大家吓得要死，结果什么也没有，反而2011年311大地震来临前完全没人料到。历史给了我们太多教训，真正的灾难常常发生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刻，所以把眼光只盯着一个传说中的日子或许并不明智，更重要的是长期提高防范意识，珍惜当下每一天。随着时间逼近2025年7月初，全世界许多人也许会悬着心关注那几天，然而我们完全无法确知到时会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一场虚惊过后，人们也许会松一口气，一笑置之，将这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像过去那些没实现的末日预告一样。如果真的发生了某些异常事件，哪怕规模没有传言那么夸张，比如日本哪里火山小喷发，海域出现中等地震等等，恐怕也会引发轩然大波，成为预言爱好者新的谈资。你看，还是中了。甚至即便平安无事，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脑补阴谋，是不是人类集体的祈祷改变了命运，还是预言传出后有人采取了行动避免灾难。总之，结果如何都会有不同解读，预言的魅力和谜团就在于此。更深一层看，这些林林总总的预言与传闻，或许是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内心的渴望与恐惧。有的人相信天启降临，是希望现有的不公或烦恼能在巨变中被洗刷，有新的开始。有的人谈论末日，实则是担心环境恶化，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希望借预言之名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因此，预言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正如那位画家寿镇在非洲听闻的预言，与其恐惧末日，不如学会与自然共生，爱护自己和他人，培养内心的强大和平和。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把东亚众岛连成一片，这画面或许也有象征意义，也许暗示灾难过后，人类将迎来空前的团结与重生，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共同面未来。不管预言成真与否，这种对人类反思与连结的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最后，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预言毕竟是预言，真正的未来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与其坐等某天审判日降临，不如脚踏实地为社会和地球做点什么，减少战争冲突，爱护环境，加强防灾意识，让末日预言永远只停留在故事里。当2025年7月5日的太阳升起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们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一切安然无恙的景象。而经历了这场全球范围的预言风波之后，我们或许会对彼此、对地球多一份珍惜与改变的决心。
预言让我们提问，但答案要靠我们共同创造。至于那天会不会有奇迹或灾难发生，就留给时间去揭晓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珍惜当下，因为每一天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大事件。